一阵剧烈的天旋地转袭来。待蓝忘机和魏无羡再次睁眼，已经站在了古室，那面镜子也好端端地立在身前。铜镜里现在映照的已经不是二人的身影了，而是那端的魏婴，而背景已经是伏魔洞了。明明隔着镜子，蓝忘机却能听到他那边的喊杀声，似乎已经到了伏魔洞外了。魏婴此刻平静无比，他已经没有选择了。金子轩之死，他难辞其咎；蓝湛之死，他也无从解释。就算这一次他能随着温家人自地道遁走，也终生无法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修真界，甚至人间了。外面的吵嚷声低了下来，像是想冲进来，却又没有人敢带头。魏婴冷笑一声，从自己那堆破破烂烂中开始翻找，扒了半天，终于长叹一口气：“找到了，随便。”魏婴拔出剑，剑身因长久未有灵力灌输，已经不复当年光滑动人，只是剑身锃亮依旧，映出魏婴一双眼瞳，宛若初见。还好只是没有灵力，随便锋利依旧。当他被魏婴横在脖颈之间时，竟无端发出一阵嗡鸣，似是剑身在颤抖呜咽。蓝湛，再见，不是再也不见，而是会再相见。蓝忘机眼睁睁看着魏婴的血溅出来，哗啦一声响，他甚至觉得血液真的飞溅到了脸上。醒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是铜镜崩裂开来，碎片四溅。魏无羡似是终于惊醒过来，抱着蓝忘机一个用力，附在他的身上，替他挡住了所有飞溅的碎片。你……蓝忘机蓦地睁大了双眼，想说些什么，却被魏无羡堵住了嘴。蓝湛，求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魏无羡趴在他的身上，一边胡乱吻着蓝忘机的唇，一边模糊不清的抽泣。你要我，你快要我，我什么都答应你，只要你不走。蓝忘机轻柔地回吻他，用避无可避的亲密向魏无羡宣告自己的存在。他随着魏无羡的动作，一点一点地由被动转为主动，向濒死的人汲取着最后的温暖。他也依靠着此刻怀中人温软的身躯来证实那13年已经熬了过去。蓝忘机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那个魏婴是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的魏婴。可自心头油然而生的恐惧，却像一张细密的蛛网，将他裹得越发喘不上来气。只有一遍一遍确认自己还能触摸得到魏无羡，他才能浮出绝望的海域，喘上口气。蓝忘机的动作越来越粗鲁，凶猛的进攻让魏无羡的呼吸紊乱了起来，甚至一个不慎咬破了魏无羡的唇，血腥气自二人唇舌间弥漫开来。魏无羡急急地挣开他，蓝忘机以为自己把他弄生气了，谁知魏无羡却再次俯下身子，隔着衣服在蓝忘机的胸前咬了一口，又用嘴将蓝忘机的腰带叼着拽开，却因为慌乱的情绪始终不得解，难过的呜咽了2声。蓝湛，我解不开。蓝忘机极尽克制地喘了一声，低声道：“为何不用手？”魏无羡吸了下鼻子，委屈道：“手想抓着你，不让你走。”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和他十指相扣的双手，轻声安抚：“我不走，你可以一只手抓住我。”魏无羡一言松开了一只手，却依然像警惕的小动物，含着泪的眼睛亮晶晶的，目不转睛地盯着蓝忘机的脸。空余的手3扯2扯，就把蓝忘机的衣服扯了个精光，白玉般的胸膛暴露在空气中。魏无羡迅速将脸贴了上去，轻柔地蹭了蹭，一不小心将好不容易含住的眼泪又蹭了出来，粘在了蓝忘机的身上。眼泪似是灼烫在蓝忘机的心口，让他感到惴惴的疼。魏无羡顺着蓝忘机的胸口、肚脐、小腹一路舔吻了下去，眼泪也随之洒落了一路。他可以接受为了自己当时的选择而再一次被反噬而死，但他不能接受蓝忘机因自己而死。无论在哪一个时空里，魏无羡爱的都是他，爱本身是针对一个人，而不是哪一个个体。他爱蓝忘机，他不愿让蓝忘机发生危险，但他也爱蓝湛，他们本就是不同时空的同一个人。当蓝湛死在他面前的时候，魏无羡终于意识到了这一个问题：蓝忘机是人，是人就是脆弱的。当年自己成为夷陵老祖，随随便便一声笛响，甚至一声口哨，就可以操纵凶尸屠了一座城。而蓝忘机在自己上一世的不夜天城后与自己待了3天，
若是自己当时发了疯，抱起杀了蓝忘机，那自己现在又当如何？蓝湛的死刺醒了他，他一下子开始惶恐，乃至觉得整个世界不真实起来，甚至怀疑自己拥有蓝忘机根本是梦一场。所以魏无羡迫不及待地想要再一次拥有蓝忘机来落实他的所属权。魏无羡小小地抽了一口气，蓝湛，要我行吗？直到现在，魏无羡仍小心翼翼地与平时的放荡大相径庭。蓝忘机深吸口气，沉默不语。魏无羡还以为蓝忘机不愿意，立刻凑到蓝忘机面前讨好地亲他的脸。蓝湛，蓝湛，求你了，求你要我以后都乖乖的，再也不乱跑，好不好？要我好不好？这时候谁再能忍着谁就有问题。蓝忘机猛地扯过魏无羡，两人的唇齿又重重地撞在了一处。许久，二人才分开了些许。一丝晶亮的线拉开，应和着身上之人光裸白皙的肌肤，更添诱惑。魏无羡的皮肤光滑细腻，但在镜中世界的一段时间，他因为身体不好清瘦了不少。蓝忘机触到他格外明显的胯骨时，心就猛地一痛。是我没有照顾好他。蓝忘机默默地自责着，魏无羡却没有看出来他在想什么，只想快些拥有蓝忘机，用灭顶的快感麻痹刚刚亲眼看见蓝湛消失在自己面前的疼痛。1个月来第一次身体的相欠，前戏在魏无羡的急切中格外的草率，因此此刻灵肉的完全契合，还是让魏无羡发出了一声不自觉的痛呼。蓝忘机则轻轻地喘息了一声。时隔1个月，中间掺杂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场生死。当魏无羡再一次遭到死亡的威胁时，蓝忘机不止一次想去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亲吻，不管下一刻是否会有什么人会因此灰飞烟灭，却因为不能触碰而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他在死亡线上挣扎。还好如今他的宝物终于失而复得了。魏无羡伏在蓝忘机的身上，温暖身躯交叠，终是让魏无羡的心里安定下来。眼前蓝忘机屹立冰冷的眉眼不可能作假，蓝忘机压抑却又低沉的喘息不可能作假。蓝忘机还活着，现在正在疯狂地要他。蓝湛，当年如果你能用自己的命换我的命，你会不会换？蓝忘机一个用力的挺身，换。你若换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魏无羡亲了亲他的脸，声音微弱却很坚定。你不换，我还能找你来。蓝忘机微微叹息一声。魏婴，你还不明白吗？蓝湛就是蓝忘机，蓝湛做的选择就是蓝忘机做的选择。无论是蓝湛还是蓝忘机，他们爱的都是一个姓魏名婴字无羡的人，所以蓝湛宁可与魏婴死别，也要保住魏无羡。反之，如果魏婴面临死境，蓝忘机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死换魏婴的活。至于魏婴的死，则是蓝湛都没有料到的意外，或许也并不是意外，这才是铜镜上那牌子的真正含义：生者可以死，死不可生。或许金光瑶说的对，魏无羡的性格早已经决定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死路。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江厌离在那一个时空活了下来，江澄会好好保护他，金陵也终于可以拥有母亲的陪伴了。魏无羡事后想起也会是欣慰的吧，毕竟在其他无数的时空里，他们还有无数的机会重新相遇，相知相爱。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听完整版故事。二人交叠的身体随着蓝忘机的呼吸上下起伏着，而魏无羡已经在高潮后直接昏迷了过去。蓝忘机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脉搏，得知他只是心力交瘁，并无大碍，这才放下心来。他抱着魏无羡温暖的身体，内心一片柔软。看到身上人又变成了自己已经渐渐熟悉起来的莫玄羽的模样，蓝忘机的心里其实更放心一些。最起码这具身体时时刻刻能让他意识到这是现实，而不是自己的梦。蓝忘机坐起来，让魏无羡在他的怀中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窝着，他现在才有机会检查魏无羡的背。刚刚铜镜炸裂之际，魏无羡替他挡了四散的碎片，而之后魏无羡又一直坐在他的身上，蓝忘机一直没能看一下他是否受伤。
现在怀里的人乖乖趴在他身上不动。蓝忘机轻轻挪了挪他，就看到光裸的背上一片小小的血口子。看来还是要赶紧收拾好，带他回净室才是。蓝忘机半是不舍半是不忍的从魏无羡体内缓缓退了出来，却引得魏无羡嘤鸣一声，四肢仿佛八爪鱼一般紧紧缠上了蓝忘机的身体，嘴里还咕哝了一声：“蓝湛，不能走。”蓝忘机愣了一下，柔声安慰：“我不走。”魏无羡更紧地抱住他：“不说再见。”蓝忘机轻轻拍了他2下，哄孩子一般的说道：“不说再见，不说再见，上天入地，生死不易。我此生都不再和你说再见。”